我绝不做阴间社畜！怎么回事？这月 KPI 要完不成，今晚数据必须交出来，完不成就扣你全月工资。我已经加班3天了，这点苦都吃不了，这辈子都是社畜，刚好招个应期生顶替，最后1月工资按矿工扣。家人们谁懂啊？卷死在工作就算了，临死前还被老板 PUA， 吃不了苦，这辈子算苦到头了。更离谱的是葬礼上，这俗子当着我家人的面就盘算扣工资，算盘珠子响的都快崩我浑脸上了。得了，人间这班谁爱上谁上，我是够的了。我不喝，我要投胎，再也不打工。我早想好了，按地府规矩，喝了孟婆汤才能忘却前世，干干净净投胎。可我偏不，我就是要带着这口气转世，下辈子不卷不加班，谁也别想拿捏我。地府 KPI 系统绑定成功，初级勾魂使林燕，月度 KPI 勾魂100只，未完成则魂飞魄散。结果好家伙，叮一声直接绑了个地府 KPI 系统，合着我这不是死了，是从人间社畜内部调动成阴间社畜了，完不成直接魂飞魄散。上辈子扣绩效，这辈子直接销户，我当场就想摆烂，爱咋咋地，就算魂飞魄散，也不当阴间社奴。拒绝绑定，持续奠基；拒绝绑定，持续基础。我绝不做阴间社畜！检测到上古纯阳之火，权限等级提到最高。系统还想用电击给我立规矩，我可不惯着，一怒之下掌心直接冒火，当场把系统界面烫得触发最高权限警报。我当场悟了，闹半天我重生开挂了。打工人逆袭时刻来了，上辈子没权没势，只能忍气吞声被压榨，这辈子有火有挂有脾气，还想让我996，门儿都没有。从今天起，这打工路得按我的规矩来，地府全体人员注意了，准备好跟着我重新上班吧。哼，一个初级勾魂使也配？一个初级勾魂使也配谈条件？一进地府报道，我直接梦回前公司。孟婆，地府 HR 煎汤类业务负责人，官腔比我前领导还重，工牌往桌上一扔，跟打发要饭似的。墙上那规章制度我都看笑了，迟到扣钱，加班白干，犯错挖忘穿土。一个初级勾魂使也配谈条件？一会儿你跪得比谁都快。纯阳之火知道吗？你修炼几千年都摸不到边，还想谈福利？孟婆还搁这儿装资深专家，你以为地府是你家？最高级别的纯阳之火，你修几千年都摸不着。我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抬手，金光一炸，汤勺落地，刚熬的汤洒得比他的面子还干净。他那表情变化堪称非遗变脸，从你算什么东西，1秒切换成我是什么东西。系统弹出来我都惊了，统领所有勾魂使，无限冥币金手指。上辈子我连全勤奖都拿得提心吊胆，死了以后反而实现财富自由，这波血赚啊！孟婆当场表演一个滑跪，腰弯得快贴地面。大人恕罪，是属下有眼无珠。手把令牌递过来，我拿着令牌轻轻一敲，规矩给我改了。从今天起，地府不养内卷怪，不供吸血领导。打工可以，但必须有尊严。谁再敢 PUA， 滚蛋！我一身黑袍，挂着流金令牌走进办公区，那场面跟领导视察一样，只不过这次我是那个领导。我一身黑袍，挂着流金令牌走进办公区，那场面跟领导视察一样，只不过这次我是那个领导。后门进来的，撑不了3天。就是看他能得意多久。小鬼们眼神从疑惑变崇拜，我心里乐了。你们对我的实力简直一无所知。我可不是来走流程混日子的，我是来掀了地府这破内卷职场，重界规则。纯阳之火，这是纯阳之火，他是纯阳统领。上辈子我被老板画饼画到撑死，这辈子我直接给下上硬菜。我告诉他们，跟着我，不逆检，不背锅，不被 PUA， 好好干活，钱管够。
以后跟着我，有钱赚，有尊严，谁也别想再压榨你。大小鬼差们当场激动得快哭了。我算是看透了，不管人还是鬼，只要钱给到位，灵魂都能站队。正爽着呢，系统突然盘任务，让我解锁第一个伙伴聂小倩。我一看就懂，又是一个被职场坑惨的苦命人。正好，我不光要自己逆袭，我还要拯救所有跟我一样的冤种。地府职场这滩浑水又臭又乱，以前没人管，现在我来了，就得把这滩浑水彻底搅干净，整顿到底。我的下属，我不许别人这么欺负。我当场撕毁所有标语。地府第一次有人掀桌，我的下属，我不许别人这么欺负。我当场撕毁所有标语。地府第一次有人掀桌子。空降兵罢了，看他能装多久。合着内卷这东西死了都不放过你是吧？一进办公区我直接沉默了。这标语比我前公司还狠，卷不死就往死里卷。小鬼被电得发抖，还在哭着加班。黑白无常在旁边看笑话，像极了公司里不干活还挑刺的老油条。我火气一下就上来了。我的下属，我不许别人这么欺负。我当场撕毁所有标语。地府第一次有人掀桌子。我已经将那劳什子标语扯下，撕得稀碎，踩在脚下。现在我宣布新规，从今天起取消无意义加班，迟到早退不扣钱，完成基础 KPI 就有奖金，加班给3倍补贴。小鬼们眼睛都亮了，原来打工还能这么打，不是只有忍气吞声一条路。光改规矩哪够解气？我直接撒钱，宠哭这群冤种下属。我自掏腰包，每人每月再加发50万冥币补贴，包3餐，配顶级法器。改规矩哪够啊？我直接撒钱，我直接自掏腰包，每人每月再加50万补贴，包3餐，配顶级法器。以前你们受的苦，我全给你们补回来。再看黑白无常那俩货，脸绿的跟忘川水似的，气得牙痒痒又不敢吱声。我连飘都懒得瞥他们，不服就憋着，要么跟着我吃肉，要么继续喝你们的西北风，自己选。到了人间，那厉鬼嚣张的不行，跟我前领导一模一样，嘴比谁都硬，本事比谁都差。地府没人了，派个空降兵来送死。我纯阳之火一放，直接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降维打击。我纯阳之火一放，直接秒了，就这也叫高难度。到了人间，那厉鬼嚣张的不行，跟我前领导一模一样，嘴比谁都硬，本事比谁都差。地府没人了，派个空降兵来送死。我纯阳之火一放，直接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降维打击。我纯阳之火一放，直接秒了，就这也叫高难度。黑白无常那俩货，看我风头太甚，居然玩起了鸿门宴这套。表面上举着酒杯敬我，实则一肚子坏水，给我塞了个所谓的高难度厉鬼任务，说的比登天还难，不就是想让我被厉鬼打伤出洋相，好趁机抢我的位置吗？大人小心！这套破玩法，我上辈子被前公司玩了800遍，闭着眼都能猜到他们下一步要干嘛。到了人间，那厉鬼嚣张的不行，跟我前领导一模一样，嘴比谁都硬，本事比谁都差。地府没人了，派个空降兵来送死。我纯阳之火一放，直接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降维打击。我纯阳之火一放，直接秒了，就这也叫高难度。系统叮一声解锁成功，我心里乐了，又多一个战友，整顿地府这滩浑水更稳了。证据确凿，看他们还怎么狡辩。这是你们应得的，我当场自掏300万，把克扣的补贴全补发了，还额外加了50万精神损失费，我的下属不能受一点委屈。黑白无常当场下跪，脸打得比谁都响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不管人间还是阴间，钱和实力永远是硬通货，不服就打到你服。拿着，这里面有1000万冥币，以后不用再看任何人脸色。生前老板从来不给我工资，最后被诬陷挪用公款，含冤而死。小倩愿追随大人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系统叮一声解锁成功，我心里乐了，又多一个战友，整顿地府这滩浑水更稳了。以前我在阳间忍气吞声，没人帮没人护，现在到了地府，我凭啥还让自己人受这委屈？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他的靠山，谁也别想再拿捏打工人。拿着，这里面有1000万冥币，以后不用再看任何人脸色。生前老板从来不给我工资，最后被诬陷挪用公款，含冤而死。小倩愿追随大人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咱打工人办事从不磨磨唧唧，
我直接塞给他一张1000万黑卡加顶级法器。以前咱忍气吞声，是因为没底气，现在有我在，底气直接拉满。谁再敢欺负打工人，不管是阳间的资本家，还是地府的杂碎，我直接拆他的魂，让他知道打工人的底线碰不得。聂小倩当场跪地表忠心，我直接给他扶起来。起来吧，以后我们是伙伴，咱打工人不搞那套高低贵变，要的就是抱团取暖。以前咱被人踩在脚下，忍气吞声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有伙伴，有底气。从今往后，所有欺负打工人的杂碎，不管是阳间的老板，还是地府的小鬼，咱挨个踩在脚下，让他们知道打工人不好惹。都是你办事不力，拖了我后腿。都是你办事不力，拖了我后腿。果然，只要有高提成，某些人的那点破德性就藏不住了。偷鸡摸狗抢功，没那本事还硬上，被揍了就倒打一耙，甩锅下属，扣人提成，逼人道歉，一套操作行云流水，活脱脱一个职场甩锅精本精。我前公司这种人一抓一大把，看着就膈应。咱打工人最恨的就是这种甩锅精，早就安排判官盯着他了，录音账目时间线一应俱全，证据链拉满，就等他自投罗网。职场大忌，抢功甩锅，克扣下属，刁难同事，你占全了。当众开大会，证据一甩，他脸当场就白了，眼神躲得跟鹌鹑似的，连装都装不下去了。我直接放话，这种欺负下属、搞小动作的行为零容忍，打工人的怨气可不是白受的。罚你面壁思过7天，扣掉全年所有奖金，拿出500万冥币赔偿下属的损失和精神损失费，再给被你刁难的下属当众道歉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对付这种甩锅精，就得往死里罚，扣全年奖金，赔500万，当众道歉，面壁7天，少一样都不解气。目前，从此勾魂司再也没人敢抢功甩锅，打工人终于能扬眉吐气了。收拾完甩锅精，我一眼就发现一个被严重打压的人才，直接提拔，是金子就不能被埋没。焦急怠工，这点事儿都做不好，这个月补贴扣光。焦急怠工，这点事儿都做不好，这个月补贴扣光。我巡查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判官，有能力有脑子，不搞关系不拍马屁，结果被上司疯狂打压，扣钱甩锅踩方案，这不就是年轻版的我吗？老实人在职场真是到哪儿都吃亏。我当场发飙，罢免昏官。有眼无珠，这么有才华的人，你不重用还打压他，让他背黑锅扣他工资，你配当上司吗？罚你去挖忘川土3个月，扣掉所有奖金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纯阳战队军师，年薪翻倍，配专属办公间和助理。这笔钱给你，组建你的智囊小组，想买什么道具，找什么帮手都不用跟我报备，钱我来出。属下必全力辅佐大人，绝不辜负信任。我心里门清，从此我有了脑子，他有了舞台，这才是打工人该有的样子。不屑，职场黑暗，咱们一起给他掀翻。阎王坐不住了，开始画饼 PUA 我。林燕，你整顿勾魂石有功，是个可塑之才。只要你加倍完成 KPI， 压榨下属多勾魂，多给我敛财，我就给你更高的权利，让你一人之下，万鬼之上，荣华富贵享不尽。我直接炫富，把他的饼按在地上摩擦。这些都是我给下属准备的福利，还有我给地府员工准备的补贴。林燕，你整顿勾魂石有功，是个可塑之才。只要你加倍完成 KPI， 压榨下属多勾魂，多给我敛财，我就给你更高的权利，让你一人之下，万鬼之上，荣华富贵享不尽。阎王召见我，一开口我就笑了，这话术比我前老板还土。好好干，我看好你，多压榨下属，多给我搞业绩，以后你就是2把手，合着阴间1把手就这水平，画饼技术还没更新换代是吧？我当场拆穿，一点面子不给。阎王大人，少给我画饼，我不吃这一套。我手下的人，
我绝不会让他们被压榨，被当工具人。KPI 我会完成，但绝不会用牺牲下属的方式。我直接当场拆穿，别画了，我吃饼吃够了，上辈子就是吃饼吃死的。我直接炫富，把他的饼按在地上摩擦。这些都是我给下属准备的福利，还有我给地府员工准备的补贴。你看看，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好处，比你那些没用的画饼强多了。鬼差们眼睛都直了，谁真心对他们好，他们一清二楚。阎王的威望碎得比孟婆汤碗还彻底。孟婆偷偷来找我，手里握着阎王的黑料。阎王，你的死期不远了，账本、人证、口供一应俱全，阎王的好日子到头了。阎王，你的死期不远了，账本、人证、口供一应俱全，阎王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我熬汤几百年，知道阎王很多黑料，克扣福利，挪用公款，任人唯亲，还把不听话的下属打入18层地狱，上面记录着阎王给自己修建豪华宫殿，收藏稀有法器的挥霍账目，而下属们却连基本补贴都拿不全。我早就看不惯他了，愿意帮大人收集罪证。孟婆熬汤几百年，听的八卦比我刷的短视频还多。阎王那点破事儿，克扣公款、修宫殿、搞亲信害下属，全给他记小本本上了。他早就忍不了了，就等一个敢掀桌子的人。我说，巧了，我就是。钱不是问题，你尽管去打点，需要多少我给多少，哪怕倾尽所有，也要收集齐阎王的罪证。我直接给孟婆无限额黑卡，随便花，只要能搞到证据。老鬼差们早就不满阎王，一看有钱有靠山，立马倒戈。我们正式结盟，推翻阎王，重建地府，一起推翻阎王，整顿地府。阎王，你的死期不远了，账本、人证、口供一应俱全，阎王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我们要在阴司大会上当众弹劾他。愿听大人号令。我召集所有人，阴司大会，我们当众弹劾，掀翻他的统治。所有人异口同声，听你的，决战要开始了。没想到阎王下手为强，给我设下不可能完成的 KPI。阎王急了，直接给我整了个地狱级 KPI，100只厉鬼，无支援，还抽走我人手，完不成罢免我，还扣我下属福利。完不成任务，你就等着被关入18层地狱，永世不得投胎。典型的既要又要还要，玩的比上市公司还脏。他以为能难住我，殊不知我有钱有人有挂。我不慌不忙砸钱组局，只要参与任务，每人补贴翻倍，完成任务再奖100万冥币。就算完不成，我也不会怪你们，更不会扣你们1分钱。职场最爽的是什么？不是你有多狠，是你有兜底的底气。我们不仅完成任务，还超额20只，顺带把阎王派来搞事的亲信一起抓了。阎王气得摔杯子，最好气到不要落在我手里，我一定将你碎尸万段。却一点办法没有。他越算计，我越强；他越打压，我越得人心。这局他输定了。我届时直接改革地府制度。我直接砸钱，翻新办公区，建食堂、休息室、健身房，养老、工伤、家属补贴一应俱全。借着胜利的势头，我直接推翻旧制度，底薪翻倍，提成翻倍，加班3倍工资，带薪投胎价，禁止 PUA， 禁止甩锅，禁止内斗，晋升看能力，不看关系。地府职场第一次有了打工人保护法，只要被压榨、被冤枉，随时可以找我申诉，我亲自处理，绝不偏袒。假如有人依旧忠于阎王，我也绝不阻拦。只不过我这里不允许出现墙头草，各自考虑周全。拥护林统领！整个地府都倒向我，连阎王的亲信都开始偷偷跟我示好。他坐在高位，脸色铁青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地府彻底反转，阎王被彻底孤立。我自掏腰包完善所有福利，光有制度不够，我直接砸钱，翻新办公区，建食堂、休息室、健身房，
养老、工伤、家属补贴一应俱全，食堂顿顿有肉，小鬼们吃得满嘴流油。谁不想跟着这样的领导干？职场就是这么现实，得人心者得天下，不得人心，再大的官儿也白搭。我正开心呢，许久未见的系统出现了。系统这波提示比当年老板画的升职加薪大饼实在多了。集齐纯阳之火碎片，可解除系统绑定，转世投胎，彻底摆脱打工宿命。这简直是我猝死重生以来听到的最动听的话。检测到强烈素态，激活纯阳之火净化能力。谁能想到，一次常规勾魂任务直接撞上千年厉鬼，那阴气浓得跟写字楼里的加班雾气似的，差点把我那纯阳之火给浇灭。危急时刻多亏小倩大把手，系统当场激活隐藏技能净化。好家伙，火焰直接从普通电视灯升级成金色探照灯，既能揍厉鬼，还能给冤魂心理疏导。厉鬼当场被净化成渣，主打一个事半功倍。检测到特殊能量波动，触发隐藏任务，宿命抉择。系统这波提示比当年老板画的升职加薪大饼实在多了。集齐碎片，解绑系统，转世投胎，再也不打工不内卷，不看任何人脸色。这简直是我猝死重生以来听到的最动听的话。不管花多少冥币，付出多大代价，我都要集齐碎片，彻底摆脱系统绑定。今生在地府当统领，本质还是个打工人。只要能摆脱宿命，别说花钱买线索了，就算把我所有冥币都砸进去，我也眼睛不眨一下。我直接给孟婆和判官下了死命令，找线索，钱不是问题，对方要多少给多少，主打一个超能力开路。果然没几天就有了眉目。第一块碎片藏在忘川底，那地方的水比老板的脸还酸，能腐蚀魂体，没特制法器根本进不去。我立马找到地府最牛的法器大师，堆出1箱子冥币，再加500万加巴费，钱给到位，效率自然拉满。我已经做好准备，这第一块碎片势在必得。我这边忙着备战忘川，阎王那边已经急疯了，直接搞出诬陷大戏。这只是开始，以前地府打工人的，我会一点一点讨回来。林燕滥用职权，克扣下属工资，私放厉鬼，挪用阴司公款，还勾结厉鬼意图谋反。阎王这老小子见我找碎片拉人心，彻底慌了神，居然玩起了诬陷这套，跟我前世那老板一模一样。自己没本事，就靠造谣泼脏水搞垮别人。他以为伪造证据就能拿捏我，殊不知我早就留了后手，当场让他颜面扫地。我从来没有克扣过下属1分钱，我花的每1分冥币都是我自己的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地府的打工人，都是为了整顿乱象。我当场翻出所有证据，福利发放记录，我自掏腰包的转账凭证，每一次勾魂的详细榜全都是铁证。这些是我给大家的福利，证明我从来没有滥用职权。谁真心对他们好，他们比谁都清楚。阎王的弹劾彻底泡汤，脸打得啪啪响，威望第一次跌到底顶。以前鬼差们怕他，现在是真心看不起他。这只是开始，以前地府打工人的，我会一点一点讨回来。带着法器，我和小倩、判官直奔忘川底。本以为能顺顺利利拿到碎片，结果刚下去就被一群冤魂拦住了。走近一看，这些冤魂跟我、跟小倩一模一样，都是前世被老板压榨，被人冤枉致死，念越积越深，只能守着碎片发泄心里的委屈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们都是被压榨的苦命人，不该再互相伤害。我懂你们的苦，我也是被压榨死的。我来地府就是要推翻阎王，给所有苦命人讨公道。说完，我立马决定砸巨额冥币，在地府修一座冤魂安息堂，给他们安身之所，再也不用在忘川底受阴气折磨。每天送冥币，送食物，还请最好的法师，免费给他们净化怨念，让他们早日转世投胎，重活一世。这些冤魂被我的诚意打动，纷纷放下敌意，主动把第一块碎片递给我。原来比起武力，真心和诚意才是最管用的东西。更惊喜的是，冤魂们偷偷告诉我，第二块碎片就藏在阎罗殿的密室里，还把密室的位置、守卫的换班时间，甚至一些简单的机关都一五一十告诉了我。原来阎王早就把碎片藏在了自己眼皮子底下，以为这样就安全了。我握紧碎片，眼神瞬间坚定，下一个目标阎罗殿，第二块碎片我势在必得。只要你们背叛林燕，
偷偷给我下绊子。事成之后，让你们当勾魂使统领。林燕只是个空降兵，跟着他，你们永远没有出头之日。阎王这老小子没本事正面跟我抗衡，就玩起了挑拨离间的主戏，盯上了黑白无常。他以为只要许以高官厚禄、豪华阴宅，就能让黑白无常背叛我。毕竟以前他们跟着阎王，确实没少受委屈，也没拿到过什么好处。我们不会背叛林统领。第2块碎片藏在阎罗殿密室，我们知道守卫情况和机关密码。黑白无常也不是傻子，阎王的套路他们看得明明白白。以前跟着阎王被压榨、被算计，连句好话都得不到。现在阎王许的饼再大也是假的，而跟着我，每月工资翻倍，福利拉满，犯了错我包容，立了功我提拔。他们终于能挺直腰杆做人，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。我当场提拔他们为纯阳战队副统领，工资翻倍，还分给他们一笔巨额冥币，给他们修豪华阴宅，配专属随从，让他们彻底摆脱以前的苦日子。我信任你们，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你们，负责训练勾魂使，守护地府。黑白无常感激涕零，当场发誓，一定会全力辅佐我，再也不怀二心。万事俱备，我们趁阎王外出，准备潜入阎罗殿。我们几人凑在一起，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潜入计划。趁阎王外出参加阴司宴会，阎龙殿守卫最巡视团的时候动手，分工明确。小倩负责牵制门口的守卫，判官破解密室机关，黑白无常在外围警戒，防止有人突然回来。我亲自进去拿碎片。说实话，阎罗殿守卫森严，硬闯肯定会打草惊蛇，搞不好还会折进去。所以我决定用最直接最管用的办法，超能力。毕竟没有人能拒绝冥币的诱惑，尤其是被阎王压榨了一辈子的守卫。我找到阎罗殿的几个核心守卫，直接搬出一箱子冥币堆在他们面前，开门见山告诉我们密室的守卫安排和机关技巧，这些冥币全是你们的。以后跟着我，升职加薪，改善福利，再也不用被阎王压榨，不用再熬夜站岗克扣工资。这些守卫早就被阎王欺负惨了，看到这么多冥币，又有我的承诺，当场就动心了，立马答应给我们放行，还主动告诉我们密室的机关有什么破解技巧，甚至帮我们牵制其他守卫。果然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话在哪儿都管用。一切都按计划进行，小倩牵制守卫，判官轻松破解密室机关，我顺利拿到第2块碎片，整个过程一气呵成，连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拿到碎片的瞬间，纯阳之火再次升级，金光更甚，实力也提升了一大截。就算现在遇到阎王，我也能正面硬刚，再也不用怕他的攻击。撤离的时候，那些被我们买通的守卫也趁机跟着我们走了，他们早就不想跟着阎王干了。这一趟不仅拿到了碎片，还收获了一批得力帮手，简直血赚。气急败坏之下，他派人抓了孟婆，关进18层地狱最阴暗的牢房，还派人给我带话，威胁我交出所有东西，否则就杀了孟婆。更没想到我能轻松潜入阎罗殿，夺走碎片。孟婆是我在地府的第一个盟友，是第一个真心帮我的人。得知孟婆被抓，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当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孟婆。我绝不会眼睁睁看着她被伤害。我拿出所有冥币，直奔18层地狱，找到所有看守，给他们翻倍加薪，他们当场就答应了。我还让人给孟婆送去护身法器和食物，让她安心等待。黑白无常带领纯阳战队牵制阎王的亲信，有了买通的牵手当内应，再加上我升级后的纯阳之火，救援行动异常顺利。很快就找到了孟婆，看到她被打得遍体鳞伤，我心里的怒火更盛。救援的时候，我们还顺便解救了其他被阎王冤枉关押的鬼差，这些鬼差都是被阎王压榨陷害的打工人，被救下后纷纷跪倒在我面前，愿意加入我的阵营，跟着我一起推翻阎王。这一次不仅救出了孟婆，我们的阵营也变得更加强大。阎王的末日已经越来越近了。救出孟婆后，我立马召集所有被阎王压榨过的人，判官小倩、黑白无常，还有被救下的冤魂鬼差，以及地府里被阎王欺负多年的老员工，把阎王的所有嘴息揭露出来，克扣下属福利，挪用阴司公款，诬陷忠良，草菅鬼命，挥霍无度，把地府搞得乌烟瘴气。我们都是被阎王压榨的苦命人，以前我们忍气吞声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，我们要联合起来，推翻阎王的统治，建立一个没有压榨、没有内卷的地府。大家早就对阎王不满，听完我的话，纷纷响应，加入我的阵营。
组成了正义联盟。我直接豪掷数千万冥币，给联盟的每一个阵员都配备了顶级法器，让他们不用再拿着破旧的工具战斗。每月给他们发放丰厚的补贴，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。建了联盟据点，里面有食堂、休息室、医疗室，免费提供3餐和医疗服务，让他们能安心备战。我还设立了奖励机制，只要能为联盟出力，不管是提供线索还是参与战斗，都有丰厚的冥币奖励。消息传出去后，越来越多的地府员工主动加入联盟，甚至连地府的一些老神仙都被我的诚意打动，愿意暗中支持我。毕竟他们也看不惯阎王的所作所为。现在我们的联盟已经势不可挡，看着我们的联盟越来越强大，阎王彻底慌了。他手下的亲信要么被我们策反，要么主动离职，到最后连他最信任的人都开始动摇，不敢再跟着他作恶。他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，成了孤家寡人。我站在联盟据点的高处，看着下面密密麻麻的盟友，看着他们坚定的眼神。我们要给神秘世界所有辛勤工作者一个公平、公正、没有压榨的未来。所有人齐声响应，声音震彻神秘世界，决胜的信号已经发出。阴司大会如期举行，所有地府员工、鬼差、阴兵，还有各路神仙都齐聚一堂。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拿出了阎王的所有罪证、孟婆的证词、判官收集的详细账目、被冤枉下属的亲口控诉、黑白无常的佐证，甚至还有阎王亲信的倒戈证词。每一份证据都铁证如山，没有一丝漏洞，让在场的所有鬼差都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阎王慌了，开始百般狡辩，颠倒黑白。林燕故意陷害我，甚至想动用自己最后的权力镇压在场的人，大喊着我故意陷害他。可他的话已经没有人相信了。看着阎王狡辩的样子，我冷笑一声。我花钱是为了让打工人有尊严，不是为了买空人心。这些是我给大家的承诺。推翻阎王，我会让每一个鬼差都过上有钱有尊严的日子。鬼差们群情激愤，纷纷站出来支持我，高喊着罢免阎王，拥护灵统领。声浪震彻整个阎罗殿，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。在场的所有鬼差一致投票罢免阎王，根据他的罪行，将他打入18层地狱最阴暗的牢房，永世不得超生，让他也尝尝被折磨、被囚禁的滋味。这一刻，地府的黑暗终于被驱散，光明即将降临。被打入18层地狱的阎王并不甘心失败，他动用自己最后的力量，冲破牢房，亲自出手对付我，还动用地府最高权力，召唤了大量阴兵，将我和我的伙伴们团团围住。我得不到的，你也别想得到。他拿出自己珍藏了1000年的顶级法器，眼神疯狂，嘴里嘶吼着：“我得不到的，你也别想得到。”看样子是想跟我同归于尽。说实话，他这副疯癫的样子，跟我前世那个输不起的老板一模一样，自己没本事就想拉着别人一起完蛋。面对疯狂的阎王和密密麻麻的阴兵，我没有丝毫畏惧，和小倩、黑白无常并肩作战，判官则在一旁指挥，牵制阴兵，分工明确和默契。我催动升级后的纯阳之火，金光冲天，那些阴兵在纯阳之火面前根本不堪一击，纷纷被净化成渣。激战中，我发现阎王的顶级法器有一个弱点，怕至阳之物。我立马拿出一笔巨额冥钞，让身边的鬼差去借地府最厉害的至阳法器，递给小倩，让她辅助我，专攻阎王的弱点，钱和火双管齐下。我就不信治不了这个疯癫的阎王。有了小倩的辅助，有了至阳法器的加持，我趁机发力，催动纯阳之火，狠狠击中阎王，当场击碎他的顶级法器，让他失去了所有力量。阎王瘫倒在地，浑身是伤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和疯狂，只剩下狼狈和绝望。他终于明白自己彻底输了，输得一败涂地。在场的鬼差们看到阎王被彻底击溃，纷纷欢呼雀跃，高喊着罢免阎王，拥护灵统领，声音震彻地府。这一刻，正义终于降临。阎王被守卫压住，往日的威严荡然无存，只剩下狼狈求饶。可他的求饶再也没有人理会。阴司大殿之上，人们插旗声高呼罢免阎王，声浪震彻整个地府，再也没有人畏惧阎王的权力。阎王被守卫压住，往日的威严荡然无存，只剩下狼狈求饶。可他的求饶再也没有人理会。众鬼听着，阎王罪证昭彰，独揽权柄，压榨僚者，贪墨公产，作乱地府，擅改规制，克扣俸禄，私藏珍宝，祸乱阴司，甚至召阴兵欲同归于尽，桩桩接触天条，经费职位，地府员工的福利，赔偿那些他压榨冤枉的冤魂和下属。判官当众宣读他的所有罪状，一字一句都清晰地回荡在大殿之中。随后没收他的全部私产、豪华宫殿、奇珍异宝，归入地府公库，用来改善地府员工的福利，赔偿那些被他压榨冤枉的冤魂和下属。曾经被他打压克扣的人，终于扬眉吐气，纷纷落泪。这一天，他们等了太久太久。清算完阎王的旧账，孟婆、判官、小倩、黑白无常带头跪在我面前，恳请我接任地府之主。他们说，只有我才能给地府带来公平和安宁，只有我才能真正守护地府的打工人。紧接着，全场的鬼差、阴兵、受助的冤魂纷纷下跪，齐声高呼：“请林大人登基！”声浪一波高过一波。我站在大殿中央，黑袍无风自动，纯阳之火隐隐环绕在周身，气场镇压全场。看着眼前这些信任我的人，我心里百感交集。好，我接，当上地府之主，
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推翻阎王留下的所有不合理规则，当众宣布新政，全员底薪再翻倍，让每一个鬼差都能赚到钱，加班给4倍工资，再也不允许无偿加班，严格双休，保证大家有足够的休息时间，设立带薪投胎假期，让冤魂们能安心转世，禁止一切 PUA 与内斗，让地府再也没有职场乱象。说完，我打开地府国库，当场给在场的每一位鬼差都发放了丰厚的补贴，名屁堆成小山，看得所有人都两眼放光。从今往后，地府不再有压榨，人人有尊严，个个有奔头。还差最后几块碎片，我就能彻底解绑系统。还差最后几块碎片，我就能彻底解绑系统，摆脱打工宿命。想想都爽。终于查到第3块纯阳碎片线索，被封印在古战场秘境。可偏偏这一块被个活了上万年的上古鬼将守着，硬闯就是鸡蛋碰石头，纯属自寻死路。不过没关系，对付不吃硬的主，我有最万能的招——超成力开路。毕竟这年头，不管是人是鬼，没人能拒绝真金白银，哦不，真金冥币的欲火。我才不搞那些偷袭、威胁的龌龊手段，太掉价。直接砸出压箱底的重量，顶级法器够他防身，万年阴郁够他修行，1000万冥币够他逍遥，专属封地够他安身。这老鬼活了上万年，什么阴谋诡计没见过，反而吃真心这一套。我跟他掏心窝子说自己的苦，说我想摆脱宿命，守护同类，再加上这泼天的好处，他要是再拒绝，那才是真傻。你懂不公之苦，亦有诚意。碎片可给你。愿追随大人，护地府安宁，讨世间不公。别人闯秘境，打生倒死，遍体鳞伤，说不定还拿不到碎片。我倒好，花钱加诚意，直接一路平推，不仅顺顺利利拿到第3块碎片，还白捡了1员上古大将。血赚不亏，阎王那伙残党也是不长眼，刚凑过来就被我新收的大将一招拿捏，连给我热身的机会都没有。碎片到手，离彻底摆脱打工宿命又近了一大步。这群余孽还不死心，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，又臭又硬。梁皇少，这是好事情啊！还悬赏这是啊！阎王都被打入无间地狱了，这群余孽还不死心，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，又臭又硬。就凭他们那点本事，还想搅乱我辛辛苦苦建立的地府秩序，还想让大家再回到被压榨、被 PUA 的日子。做梦！阎王是蛀虫，他们就是蛀虫的卵，必须彻底清理干净，绝不能给他们任何翻盘的机会。阎罗王，悬赏3生10日。我直接甩出天价悬赏，100万冥币。100万冥币对于底层鬼差来说，够他们逍遥好几年。专属封地加万年阴郁，更是顶流福利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别说鬼差了，连游魂都主动帮着找残党。这群余孽，就算躲到180层地狱，也能被人揪出来。短短3天时间，在全民举报下，阎王上一个个接连落网。只用了短短3天，阎王残党就被一网打尽，效率直接拉满。我就是要杀鸡儆猴，让所有心怀不轨的人都知道，在我治下的地府，欺压底层、搞破坏，只有死路一条，将首恶打入无间地狱。但我也不是赶尽杀绝，胁从者给机会改过自新，主打一个公平公正。从此，地府在地方安宁；从此，地府再无动荡，只有安稳与公平。所有人都能安心过日子。大人，只要人间的冤案不招血，我身上的怨气就永远散不去。我一直知道小倩有心事，
平时总是安安静静，偶尔眼底会有化不开的愁绪。大人，只要人间的冤案不招血，我身上的怨气就永远散不去，永远无法真正解脱。却没想到他心里藏着这么大的委屈。他不只是被压榨致死的社畜，更是满门被冤、背负血海深仇的受害者。既然他认我这个靠山，既然我能执掌地府，手握权柄，就绝不会让他再受委屈，一定要帮他把当年的冤案昭雪，讨回公道。我砸下巨额冥币，让人间的仙力全力帮忙。他们收了好处，办事效率直接拉满，很快就找到了当年的证据，还原了真相。小倩受的苦，被冤枉的委屈，我要一件一件帮她讨回来，让当年的凶手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从含冤而死的孤魂，到受人敬仰的地府正神，小倩终于摆脱了前世的阴影，彻底解脱了。我封你为忘川安抚使，我不仅给他钱，给他庇护，更给了他公道与尊严，让他能凭着自己的力量，安抚和他一样被冤枉的冤魂，实现自己的价值。谢大人，小倩终于解脱了，此生必誓死追随大人，安抚万千冤魂。从今往后，她再也不是任人欺凌的女孩，而是手握权柄、受万鬼敬仰的忘川安抚使。这才是他该有的模样。亿万冥币拨款，专属秘境书。大人，属下不求钱财权势，只求能整顿地府法度，让规则真正公平，让所有打工人都能不受欺怕。判官这小子跟我一样，打心底里恨透了不公与压榨，是个真正想做事、想守护公平的人。别人都想着要冥币、要权势，他倒好，不求钱、不求权，只想要一个能实现理想的舞台，想把地府的法度整顿，鬼差都能活得有尊严，不受欺怕。既然他有这个心愿，我就给他最大的支持，让他放手去做。他不求钱，我就用钱给他堆出一个最强的法度机构，让他没有任何后顾之忧，能放手实现自己的理想。亿万冥币拨款，专属秘境书房，顶级法器，独立预算。只要他能整顿好地府法度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我都愿意。心腹强则我稳，法度明则地府安。有判官掌法度，我才能真正稳坐江山，让地府的公平公正永远延续下去。属下此生誓死效忠大人，坚守法度，守护地府公平，绝不辜负大人的信任与托付。我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身边有一群真心追随我的人。判官掌法度，让地府规则清明；黑白无常掌兵权，守护地府安宁；小倩安抚冤魂，化解怨念；孟婆度化众生，温暖人心；上古鬼将战力超群，震慑宵小。手下人才济济，个个死心塌地，没有二心。这样的阵容，我的地府江山彻底稳了，再也没有人能动摇。正在我陶醉的时候，系统出现了。终极考验，居然是打我自己的心魔。没想到系统玩这么一出。终极考验，居然是打我自己的心魔。我以为最后一块碎片，要么被哪个厉害的角色守着，要么藏在哪个隐秘的角落。他把我前世最痛苦、最不堪的摄阴处日常，一遍又一遍地复刻出来，想让我重温那种绝望，那种委屈，想让我崩溃屈服。可他忘了，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任人拿捏、忍气吞声的涉徒废物了。这点苦都吃不了，这辈子都是社畜。加班是福报，扣你工资是因为你不够努力。哼，这点钱也配让我委屈，也配让我加班，你也配。前世，我为了一点工资，忍气吞声，熬夜加班，被老板 PUA， 被甩锅，被扣工资，连一句反驳的话都不敢说。今生，我手握亿万冥币，执掌地府，还能被你一个幻影 PUA， 简直是笑话。我直接甩出亿万冥币砸懵他，告诉他，我现在根本不缺这点钱，更不会再受这种委屈。你跟我谈 KPI， 我用钱砸碎你的规则；你跟我谈吃苦，我用火烧掉你的压迫。心魔又怎样？在绝对的财富与实力面前，不堪一击。
碎片集齐，系统皆败。那一刻，我浑身的束缚感都消失了，比当上地府之主还要爽。从猝死摄童到地府之主，再到彻底自由之身，我走完了最爽的逆袭路。所有的委屈，所有的辛苦，都在这一刻有了回报。彻底自由后，我却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：是转世投胎，还是留在地府？我终于自由了，终于可以选择自己的未来了。转世投胎，抹去所有记忆，做一个普通人，不用再背负仇恨，不用再承担责任，安稳度过一生。这是我曾经最渴望的生活。可留在地府，我能守护这片我亲手打造的净土，守护那些信任我、追随我的人，守护所有和我一样被压榨过的打工人。一边是安稳的心声，一边是牵挂的家人，我真的很难抉择。大人别走，地府不能没有您，是您给了我们尊严，给了我们安稳。您走了，我们怕地府再回到从前的黑暗。大人，我们把钱都给您，您别走好不好？看着眼前这群人，我心里一酸，眼眶瞬间湿润了。他们不是我的下属，不是我的妻子，是我一手护住、一手改变命运的家人，是我给了他们尊严和安稳。可他们也用真心回报我，害怕我离开，害怕失去这来之不易的公平与安宁。我不走了。我决定，永远留在地府，继续做你们的大人，守护这里的公平与安宁，让这里永远没有压榨，让每一个人都能活得有尊严、有奔头。转世重生，不过是另一场未知的人生。我不知道下辈子会不会再遇到压榨，会不会再受委屈，但留下，我能守护一片真正的净土，守护我在乎的人，守护我亲手建立的秩序。这里有我的伙伴，有我的荣耀，有我迎来的一切，有我放不下的牵挂。我选择留下，不是因为责任，而是因为心甘情愿，做这片净土永远的守护者，做所有打工人永远的靠山。我自己暴富不算本事，让所有人一起暴富才是真本事。我既然决定留下，就一定要把地府打造成所有人都向往的理想国。以前的地府阴森压抑，充满压榨，鬼差们苦不堪言。现在高楼林立，烟火气十足，有吃有喝有玩，有工作有休息，没有内卷，没有 PUA， 没有克扣，没有不公，人人有钱赚，人人有闲情，人人有尊严，这才是地府该有的样子，这才是所有打工人向往的生活。我自己暴富不算本事，让所有人一起暴富才是真本事。我给员工发奖金，发装备，发阴宅，福利直接拉满。设立反压榨基金，只要发现有人欺压底层，克扣福利，一经查实，直接重罚，同时给受害者巨额赔偿，彻底杜绝欺压行为。没想到地府的变化居然传到了人间和仙界，三界都对我刮目相看，甚至有游魂主动前往地府，想要成为地府的一员。我也成了所有打工人心中的教父，不管是人是鬼，都向往我治下的世界。从一个熬死在工位的猝死社畜，到三界敬仰的公平之主，我这一辈子算是彻底逆袭了。这地府的秩序便由我来守护。我报了前世的仇，护了身边的人，建立了地府盛世，还得了彻底的自由。
没有遗憾，没有牵挂，手下人才济济，身边家人相伴，三界都对我敬仰有加。这种日子，爽得不能再爽，比任何财富、任何权势都更让人满足。林燕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林燕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怎么会是地府之主？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我前世的黑心老板，一辈子压榨员工，克扣工资 ，PUA 下属，把我们当成耗材。死后终于落得个入地府受苦的下场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当年被他压榨致死的小蛇桃，如今居然成了地府之主，成了他命运的主宰。看着他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，我心里没有恨，只有释然。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。当年你怎么对我的，今天我就怎么对你。我不杀他，也不把他打入无间地狱，那样太便宜他了。我要让他亲身体验当年他对我、对其他员工做的一切，让他尝尝无偿加班的痛苦，尝尝被克扣工资的委屈，尝尝被 PUA、被甩锅的绝望。我要让他明白，他当年随手一句多吃苦，加班是福报有多伤人。他当年的每一次压榨，都成了别人心中永远的阴影。看着他痛哭求饶的样子，我终于彻底放下了前世的执念。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憋屈的社畜，我所有的遗憾都已圆满，所有的仇怨都已化解。让他入轮回赎罪，不是宽恕他的恶行，而是放过我自己。从猝死射盲到地府之主，从被压榨到守护公平，我走完了最爽的逆袭路，实现了所有心愿。这一世，我赢了，重生地府，逆袭封神。这一世，我真的赢了，完美收官。